我们来讲解一下第四课数据下载与管理啊。这里包含了这个数据下载的这个，还有一个就是数据管理的两个部分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的话，时间框架的选择，它这里包含了这个1分钟、5分钟，还有这个15分钟、1小时、4小时，还有一天，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操作。那超短线的话，一般是1分钟到5分钟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它这个手续费比较高啊，是属于算是高频交易的。但是它有一个就是信号的这个噪声多、噪音多啊，假信号也比较多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因为它的这个交易数据量不多，它拆分到每分钟里面，它的交易数据量比较少。那按照大数定律的这种原理，如果我们就拿掷硬币来说，如果你掷10次的话，你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，会出现7次到8次的增免。那你要是掷1万次的话，它会无限趋近于50%啊，就各占50%。那这个就是长线的它这个噪音会少一点啊，是数据质量也高一点。那个短线的它的这个信号的噪音就会比较多，那假信号也会比较多。所以你说这个拿这种策略去玩短线，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失败的这种情况。到时候可能就觉得这个策略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。短线的话，你要算一个博一个概率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概率占优势，如果你3次能对2次，那你这个可以去试一下。如果你3次只能对1次的话，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。那短线的操作就是，这个在1分钟到5分钟算超短线或者叫高频。那短线就是属于15分钟到60分钟的这个，然后它这个属于做日内一个交易的。还有就是这个中长线呢，以4小时线和一天线为主的，这种的就属于中长线的。那超长线的这种就属于买进去有几年不动的，那个就属于价值投资了。那这个就是数据量和信号质量。时间框架越小的，它的这个交易频繁，然后手续费高，数据量大。那信号少，呃，时间框架越大的，它这个信号少，然后质量高，那交易少，手续费低，数据量小，然后存储一个比较轻松。那建议的话，还是用5分钟和15分钟的，或者用1个小时的做一个长的一个趋势的确认。你这个长趋势确认完以后，然后在短趋势里面就服从长趋势的一个交易，一个趋势的一个走向。那比如说长线趋势是往上走的，那你就这里就尽量不要去做空了，然后只要找到这个入场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下载数据。首先切换一下环境，然后验证一下环境是否正常。那下载数据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用这个命令 break trader，然后 download data，然后这个就是你的配置文件。这里就是下载30天里面的5分钟线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，演示一下。这个是我刚才下载的啊。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很快就下载完了，然后它就存储在这里面。那这个的话，主要就是在那个配对里面要加上。如果你想指定下载的话，我这里面配了5个，我这里只想下载3个的话，也可以用这种配对的方式进行一个下载。可以看到这很快就下载完了。然后这个是多个策略的一个下载，你可以把你需要的这个多个周期的全部放在这里面，然后一次性下载。然后如果你不想配置这个 config 文件，你想另外弄一个文件的话，这样的话这个文件维护起来比较简单，那你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，配对的，这里新建一个，新建一个完以后的话，操作也很简单，就通过这个，那这里要指定交易所。
试一下。那没有出现 L 的这种标志的话，它就是下载成功了。那下载时间更长的，比如说下载1年的，或者是精确控制时间的，这都可以。然后它还可以做这种增量的这种下载的。那数据存储格式，它有一种是这种 JSON 的这种格式的，还有这种 Parquet 的这种格式的，它有各有各的这个优势啊。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我是下载的这种的，它是属于这个不能直接打开的，它是非这个格式的，这个是二进制的，它要用专门的那个方法去读取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目录，user data 里面的 data，然后这个是交易所币安的一个数据啊。然后也可以通过 list 的 data 去查看一下它这个已经下载的哪些数据，这里会标记出来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。那这里的数据我这就包括了这个1分钟、5分钟、15分钟、1小时、1天的和1周的，然后这里是它除了狗狗币以外的，其他的都是6个周期的都下载好。还可以看一下检查一下数据的一个缺口情况。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啊，已经非常全了，from to 时间这个地方都有。那如果发现缺失的话，你要不然就直接把那个文件删掉，重新下载啊，或者是批量的去做增量更新。其实做全量更新更安全一点啊，因为它这个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，那还可以做这种手动更新和这种就是用的 clone table 的这种方式啊。在 Linux 和这个 Mac 上面可以做这种clone table 的这个方式，比如说你每天2点进行更新，然后就执行一下它这个目录里面的这个脚本就可以了。那 Windows 的话就要去这个任务管理器里面去，任务计划程序里面去执行。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存储空间的一个估算。那如果塞得太满了，你就定期的清理一下就好了。这个是一些实践任务，课后可以去看一下啊。就主要就是用一些我演示的脚本里面把它这些参数变一下，然后换成你自己的这个币种，然后去验证一下，看看它是否能正常下载。那这个就是把这个 Parquet 的格式，JSON 的格式转成 Parquet 的格式。那这种这个就是属于列式存储的。你要是用的列不多的情况下，用这种格式它会比较高效一点。好，今天课就先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